所以说我们做房地产自产偏偏我们看的是长期如果是短期，你就3年5年你就要卖，那你要去做一个你是看好从化区，我没意见。但我们要自产嘛，我们要老了有房也有钱嘛那我希望我老了的时候手上都是蛋黄区的房子嘛，不然就是它现在还不是蛋黄，以后会是蛋黄的地方嘛，还是选蛋黄蛋黄的 buff 实在是有够多的蛋黄区等于是官方续命卡，政府保你的保卡，你知道，复原的特快车。那你看那如果他下一次再遇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台风，那别人除了停班停课以外，你有点羡慕以外，可是他们没水没电，你是怎么样？你是隔天要上班，可是你一样吹冷气睡到早上，然后再搭一个捷运或公车或火车去上班，生活无语这就是蛋黄区的威能。高雄人在地闲聊系列台风停电3万户，蛋黄区一日回血的真相。先说结论蛋黄区一定优先付电这是写在台电的守则上的。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窗帘也能拉租金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这次台风高雄的停电户数最多，丹纳斯台风丹纳斯台风刚过去不久，那你也知道这是我们中南部的灾情算严重，尤其那个台南七股，反正就是偏乡老人家很多的地方，什么盖帆布然后人上去爬摔到怎么有没的诡异呢？那如果你遇到台风，你有不幸遇到灾损的话，记得看一看你有没有办法申请补助那怎么申请？我看国税局的公告，红线的地方来，你看一下，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来念一下。把握灾损减免3步骤：拍照存证、减负文件及申请减免，并于灾害发生后30日内报请辖区税捐稽征机关办理相关事宜你有符合资格你就去申请吧，这个没有什么丢脸不丢脸的，这个卡国家的油还要客气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就是这次台风真的蛮严重的。你看这篇新闻，台风丹纳斯影响高雄逾3万户停电，台电派员抢修，然后高雄的停电户数其实是全台最多，虽然新闻是不是都在报台南，可是停电户数的话是高雄这里先打个预防针我们接下来的讨论都是基于事实的讨论，我也尽量客观，我真的没有要讲政治，真的没有要黑哪个地区就是每次都这样遇到就是一堆政治魔人又跑出来了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政府下辖的台电的主管，发生了风灾大规模停电，你会优先恢复哪边的供电？就是你台电你要先抢修哪里你不可能一次全修对不对你有答案的话帮我写在留言区，等一下我来对答案。废话，当然是不修一定会被骂爆的地方可能会被拔关的地方是哪里？蛋黄区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蛋黄区会优先恢复供电。这一题这么血淋淋的事实这么难看的真相是有标准答案的来，你看这张图，台电的按照供电枢纽变电所、主干线、分歧线的原则进行复电，并优先恢复捷运、火车、自来水及通讯等公共设施供电，对不对然后这个文件上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这个我讲一下，就是说那个尚未复电地区因位置分散，加上抢修过程需先移除倒塌树木，部分地点工程车无法到达，需徒步抢修。这个跟那个电缆地下化有关这个我讲八卦的时候再来慢慢讲。好，那白话文是什么？我的解读是，若发生大规模停电的时候，优先恢复公共设施的供电，再来就是商业区跟人口密集区嘛，对不对？最后才是一般住宅区那偏远地区就乡下地方发生大规模停电的时候，你就自求多福吧，就像现在的台南这样。那台电抢修的顺序已经很明白的告诉你了那就是蛋黄区蛋白区蛋壳区包装纸区大概就是这样。这件事情也是被验证过的，因为这次的台风台南不就非常的严重，偏乡我想很严重我就问住台南的朋友，他住蛋黄区，然后他说没有就没事一天就好了，就这样。蛋黄区然后那个七股乡下在那边盖帆布啦，在那边还没通电，什么问题一大堆老人爬上去然后自己换
晃一晃又摔下来或什么，这你到底要说是天灾还是人祸啊？你就怪台电修不够快。奇怪，我怎么觉得以前的风灾，像我们高雄去年2次不是就好了嘛，就过完然后被骂完，那么国军官兵弟兄就出来完了大概就这样了。怎么这次拖那么久，10几天了呢？我录这支影片的时候10几天了，有点夸张了。所以非蛋黄区的地方看起来是没有那么乐观。那还是要强调一下我没有在嘴救灾还是什么，这真的都很辛苦。我只是在讨论这个事实长怎么样。最后你要知道，蛋黄区不止抗跌还抗台我们就来讨论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极端气候已经越来越常见了。你不觉得动不动新闻就出现什么100年一遇、10年来最大什么有没的？然后以前台风还蛮准时的大概就是入夏放暑假的时候会有台风怎么现在说久憋了很长时间没有台风，然后一敲就来一个大的，就是这样。像去年2024那阵火起那个去年的那个凯米台风就高雄这边淹水嘛，美术馆那边淹水嘛就是什么从高雄登陆100年一遇，又遇到爱河涨潮就这样然后修完那个地下室泡水地下室到 B3然后水满到1楼出来这样。整个都泡水车这样很恐怖然后呢弄完了第2颗台风来了3坨耳林老师，然后一样又从什么高雄登陆，反正就搞这个啦，就现在极端气候那专家判断也是这样，未来的极端气候还会持续发生，然后频率会变高热就会超级热，冷就会超级冷。你看这篇新闻的标题就好魏国燕，这是人民亚洲极端天气恐成新常态这位魏国燕先生是前环保署署长，这够有分量了吧？那我们已知未来像是丹纳斯这种破坏力强大的台风出现的几率就是越来越频繁那这种情况之下，以高雄来说，你觉得你住在左营安全，还是你住在湖内区纳马夏安全？这不用选了嘛，当然是左营嘛，就是住在都市里面。那住在都市你说也不安全，因为出门会被招牌砸到台风天你要出门你怪谁？就这样那我们现在看一些科幻电影那种末日来临丧尸到处在乱跑的，是不是也都是故事一定都是在那种勉强能维持生活机能的地方，对不对？而且一定都会躲在火车或是地铁台湾的话就捷运嘛的隧道来建立基地，主角团都这样嘛，他们一定走隧道，因为地面都丧尸嘛。这是怎么样？就是都是蛋黄区都是重要都市以日本来说，东京、大阪就是大都市，应该不会有大阪的人千里迢迢跑去东京或干嘛，应该很难，因为他自己也有机场。那韩国的话就是首尔那不太可能是什么日本首相躲在北海道的乡下那边发布命令之类的，很难，都是在重要都市都是在地下隧道里面去维持。因为我看电影动画都是这样演的。那这也侧面说明了蛋黄区就是怎么样，政府优先保护的地区。所以在经过这次的风灾以后，我也更加确定了，自产就是蛋黄区优先就对了。银行在建价蛋黄区的房子敢给8成也是有道理的就是这样因为政府会先保你那相当于你有房贷的话，银行的财产也受到保障。你出什么问题你慢慢自己太超过的话，政府都会保你的就是这样。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自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处理， LINE 就加小老鼠 go 5个 go 加这个 LINE
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哦，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就是停电这些事情这很正常啊，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只要是有台风就会停电就是这样。然后现在的话，除了停电以外，停电的次数是变少以前是只要有台风必定停电那现在的话是停电的次数变少然后那个台风假的次数变多有没有尤其高雄很敢放嘞就这样。然后这个关于停电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国家的基础建设不起眼的建设叫做电缆地下化就可以抵御这种天灾问题。然后台湾的电缆地下化目前达到 45.9%， 这个很合理嘛，你都电线杆，然后在那边台风风大雨大在那边甩，在那边干嘛对啊，然后那个电线杆还倒这次台南不就是这样倒了又怎样，工程车又进不去，又要先移除，又要东弄西弄。然后电缆地下化有的话就真的还好那电缆地下化台湾目前 45.9%， 这不会到 100%， 因为偏乡确实没有必要去用那个地下，我说山上你弄那个成本太高。那请问这 45.9% 大概都在哪里当然都在都市里小时候我们路边电线杆不是很多那你现在在一些主要干道上看不到什么电线杆了，像高雄的中华路、中山路没有什么电线杆了那就怎样，就是藏在底下去弄，藏在底下去弄那就 OK 了，就不会什么风大雨大松鼠猴子什么有的没的那个动物救援也是很辛苦上一次松鼠然后下一次要换什么，换蛇来那谁还没上场，这个暖身一下马上就要用，就是这样那你电缆地下化可以去取代很多问题，在哪里？蛋黄区又来了就是蛋黄区有一堆 bug。 所以说我们做房地产自产偏偏我们看的是长期如果是短期你就3年5年你就要卖，那你要去做一个，你是看好从化区我没意见，但我们要自产嘛，我们要老了有房也有钱嘛那我希望我老了的时候手上都是蛋黄区的房子嘛，不然就是它现在还不是蛋黄，以后会是蛋黄的地方嘛，还是选蛋黄蛋黄的 buff 实在是有够多的蛋黄区等于是官方续命卡，政府保你的保卡，你知道，复原的特快车。那你看那如果他下一次再遇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台风，那别人除了停班停课以外，你有点羡慕以外，可是他们没水没电，你是怎么样？你是隔天要上班，可是你一样吹冷气睡到早上，然后再搭一个捷运或公车或火车去上班，生活无语这就是蛋黄区的威能。蛋黄就是这样啦。当然那个蛋黄也是会有淹水的像我这边淹就淹淹就淹我有一集不是也在拍，就来淹这个高雄市马卡道路俗称豪宅之路，因为这边没什么房子，不是还没盖，是就真的没房子。这个马卡道路这样一整条长长的，这边全部都是公园，它只有上面跟下面有一点点的房子然后大概都算豪宅案最高实价登录就出现在它的南边的这一点点的房子这边对最高实价登录呢84.7万呢有钱人不知道会淹水，怎么不知道？他也是台风淹完水过后才成立的，才登录的实价登录，他们都知道，他们都不怕。蛋黄区有威能，然后再说了，淹水有怎样不会怎样，一日回血就没事了。对然后如果我在偏乡虽然我有好山好水，虫鸣鸟叫，我前面种菜，后面养鸡，可是一场台风下来我也是灰溜溜的躲回都市，你信不信？就有垃圾集中处理我有管理员帮我收包裹，生活还是轻松非常的多的。蛋黄区啦，还是要选蛋黄区。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
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再加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再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